提笼，请继续。是。李营长，如果现在就把你的部队拉上去进行一场实弹演习的话，你有赢的把握吗？没有。为什么？战术进攻训练不到1个月，步坦协同不行。回到你的岗位上去吧。是。如果今天战争爆发，这仗谁来打？谁能上？随着军改不断深入，作为加快中国陆军现代化改革的重要举措，新型陆军训练改革的大胆探索，人民解放军第1战区陆军组建了一支全新的部队——专业化蓝军旅。战区陆军参谋长沈军为这支部队取名叫山豹旅，并准备作为这支部队的番号上报中央军委。但究竟专业化蓝军这条路能走多远，沈军心里也没底。童飞愿意留下来吗？他还是想回学院，他觉得搞课题、带研究生比带兵强。我是问你有没有办法把他人给我留住？借他的时候我是打了借条的，关键的时候还得靠首长你。那国关的院长不是你的老朋友吗？光靠上面施压有什么用？哦，对了，他到底有什么顾虑啊？他说西方国家的军队里边编制没有政委这个职位，最多叫个随军牧师，当牧师他可不干。这叫什么话？他是山豹旅的党委书记、政治委员，地位毋庸置疑。但是专业化蓝军不是外军，是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在你们内部暂时叫牧师、教授，我看也都行，一个职务2块牌子有什么不行的？但是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第1支假想敌部队，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也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你们的这支蓝军部队，不要着眼于形似，更重要的是神似，在知敌、向敌、超敌、胜敌上要下大功夫，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造出一支具有强大合成作战能力的磨刀石部队来。明白。不过什么？他要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你说有什么问题？看看我能帮他解决的。他想生2胎。好，首长好。啊，辛苦啊！首长好。你好，首长好。嗯，首长好。主任好啊。首长好。佟政委，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啊，任重道远。谢谢首长，但是你的情况我已经听说了。哎，首长，咱们上车吧。啊，韩旅长、佟政委，我既然来了，就提前给你们吹吹风。你们山豹旅开张的第1仗，就是和V集团军的808旅打对抗。啊，跟808旅打？808旅可是有名的华北虎啊，这是王牌旅啊。参谋长，这是真的吗？军中无戏言，我给你们3天准备时间。3天时间？对，战区陆军决战2017士兵对抗演习，第1阶段就由你们旅守备狼山基地第535防线，红军为陆军第808旅。3天之后发起进攻，守住535防线算你们胜利，失守算红军胜利。首长，你给交个底，这一仗我们怎么打？我还没底呢，放你们山豹旅出山，是战区陆军邢司令员和冯政委的意思。这个才3天的时间，敌人要打你，还给你留出准备时间吗？韩鹏，你给我记住了，蓝军出击不在输赢，在于行动，保证完成任务。怪不得山豹旅的主官们听说第1仗就跟808旅打对抗，都发怵了。在第1战区陆军乃至全陆军部队中，提到第808旅，无人不晓。这支部队有着太多的辉煌和骄傲。它诞生于红军时期，参加过25000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成立后，屡次重大任务都少不了808旅的身影，多次参加国庆阅兵。王可征当旅长5年来，带领808旅所参加过6次重大演习，拿到6个全胜。现在让山豹旅一群无名小辈跟808旅打对抗，
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了。组建才半年，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学生兵，但据说武器是最先进的，进口的，有的还没拆封呢。光有好装备不行，人的因素才是第一位的。那个旅长的情况有最新资料吗？充分专业。听说入伍后进过多所军事院校进修，是战术学博士。博士。哎，政委，坐我车，一会儿咱俩很多情况再碰一下。好，你们在后面跟着旅长的车。是。现在一上来就让咱们跟一支从来没听说过、组建才半年的什么山豹旅打对抗，从资历、实力到经验，哪方面都不对称啊！这不就跟俩人下象棋一样，你一上来让我一车两炮，明摆着看不起人吧？你说的也是啊，我当然更喜欢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了。是啊，再说这韩鹏，他算哪一路的？军科院一研究员，还是个文科出身。哎呀，良才，除非他是怪才。要我说呀，这决战2017演习的决策就有点二。哎，说什么呢？哎，咱哪说哪了啊？这前面要进入高速公路了，还是你打前我垫后，压着速度。好，傍晚前到狼山没问题。前面靠边停车。其实，沈军根本没指望山豹旅在与808旅对抗中占到什么便宜。他心里很清楚，现在让山豹旅出山，充其量就是去当一回陪练，通过一场演习来验证专业化蓝军在训练实践中的真实效果，从中发现组建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他也想通过这场实兵对抗，领略一下那支闻名遐迩的陆军劲旅，第808旅的战斗风貌。毕竟那是他出任第1战区陆军参谋长以来唯一没有视察过的旅级作战部队。长官，旅长，哎，你过来看。王可征现在在什么位置啊？应该在车队的最前方的位置，时速在80公里左右。预计下午5时，先头部队和前线指挥部可到达狼山，7时左右可完成集结。配属808旅的部队在什么位置？战区陆军工兵团1个营已先期到达狼山，正在3洞3高地开辟炮阵地。淮北集团军直属远程火箭炮团的1个营，也已经从8号营院出发，预计傍晚前抵达狼山基地。无人机派出去了吗？已经出发半个小时了，估计现在已经飞临红天湖大桥枢纽上方。打开看看。是。这就是基地15高速公路，这是808旅主力向狼山机动最便捷的路线。降低高度，逆行迎上去。是。小鹰雷达已发现目标，距离20公里。
如果要设伏，我认为最佳的伏击点应该在前方70公里处的淮阳河大桥上。此桥呢，全长1206米，桥中心桥面离水面有50米。待808旅车队离桥头还有5公里时，我武装直升机事先从河面两端、大桥两侧飞进大桥，悬停于桥面以下、水面以上。等车队上桥行至桥中心时，另一架武装直升机呢，可突然出现在桥头上方，攻击先头部队。此时，他的车队肯定会停车迎战。我埋伏在大桥两侧的武装直升机，可从桥面两侧对王可征的坐骑发起攻击。我觉得这个计划倒是挺完美的，但是你们想过没有啊？就算咱把王可征给袭击了，王可征不在了，他们的旅里边还有政委，政委仍然可以代替旅长继续指挥战斗。那个时候，咱们所有的一切全都暴露，那他们旅配属的直升机群以及导弹防空部队也会盯上我们，我们将无法阻止他们的前进。你的意思是改变方案？对啊，刚才无人机拍摄到的画面已经显示了，它整个行军过程当中都处在1级战备状态。目前还不知道808旅政委何亚洲的位置。我们如果能够同时打掉他的军政主官，是最理想的。小英有什么发现吗？小英已飞临车队尾部，发现多辆小型汽车和救护车。他的弹药和油料车呢？目前还未发现弹药车和燃料补给车。这不可能啊！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远程的机动，怎么可能不带油料呢？据我们收集到808旅5次演习的资料发现，王可征每次演习十分注意节省弹药，这和他本人的家教有关。他的父亲是位老新四军，无论是吃穿用上都要求他节省，说每一发子弹都是人民群众的血汗。因此他参加演习，先头部队带满弹药和油料，而后续部队只带1/3。如果3天之内拿不下目标，他才另外输送弹药和油料进行补给。看来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的旅长啊。不过他这次把所有装备都拉出来了，不带足补给燃料和弹药怎么够打？也许王旅长认为拿下535防线是小菜一碟呢。我明白了，808旅的工兵营已经在构筑炮阵地了，那么他的远程火箭炮营肯定会提前到达3洞3高地。也就是说，等他的指挥所一到达狼山基地，就可能发起炮火准备。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他的装步营排在车队的最前部，等炮火准备一完成，他的装步营就可向我535防线发起攻击。他是想速战速决呀！你们分析的对啊，如果让他的计划得逞，咱们的535防线根本就顶不住808旅的进攻。情报中心报告，808旅所有参战人员和车辆装备已经离开了营区，队尾上了高速公路。王可征在什么位置？王可征已随先头部队离开了运河大桥。离他的老窝有多远？约260公里。哎，咱们可以去王旅长的旅部去看看。旅长，你是想端808旅旅部打他的后方？现代战场哪有什么前方后方一说啊？既然我们的实力不对称，咱们呢就打一场不对称的战役，通知各大队各营放弃陆路截杀计划，改变航向，直飞808旅旅部。无人机怎么了？小应该是被红军防空雷达发现了，马上摆脱。不行了，红军同时采用强电磁干扰，直隶全体通道被屏蔽了。这下坏了。什么事？报告旅长，有一可疑飞行物被我雷达发现，现已将目标锁定。我们分析，很有可能是蓝军伪装成飞鸟状的无人侦察机。把它给我打下来。是。摆脱失败，小英已被红军雷达锁定。马上引爆。是。
指令信号一直被屏蔽，操控失败。算了，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就当是送给红军的一个见面礼吧。看来这个王旅长下手蛮狠的。哼，确实是一只猛虎啊！如果咱们呀跟他们正面交锋的话，他会把咱们的骨头都嚼碎的。是啊，不过模拟外军，我们不一定要模拟实力最强大的外军。现代战争的战法多种多样，我们可以汲取小国弱势军队在对付强敌的时候他们的战术和战法，拿过来对付808旅。你是说非对称式的灵活机动？对，避实就虚嘛。我同意你的思路。我们山豹旅确实很年轻，可以说是乳臭未干。首长让我们蓝军出击，要的不仅是胜利，而是警钟长鸣。不是要我们去拼实力，而是要把我们放在实战的环境中去锤炼，成为一块最好的磨刀石。报告旅长，蓝军鹰式无人机被我击落，发现高空照相机一台，雷达继续警戒。是。政委啊，防空营的战况你都知道了吧？我都知道了。看来蓝军一直在跟踪我们啊。哈哈，让他们跟着吧。等到了狼山基地，他们就知道我808旅的厉害了。旅长，监听电台显示，30秒钟之前，王可征与808旅政委有过一次通话，通话频段已经锁定。跟踪这个频段，记录下他们每一次通话。是。旅长，您看，这几个屁孩子还跟我玩跟踪游戏，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旅长，蓝军很可能将侦察情报实时传回本部了。他们能侦察到我们什么情况？我们的行军路线是公开的，要交手到狼山基地过招吧。半路上弄只菜鸟飞来飞去，管屁用！还不如我放只风筝好看呢。哼，就这种交通小技也敢号称专业化蓝军？我告诉你，这都是我们808旅3年前玩剩下的玩意。郭营长，走，下次再看到这种菜鸟，直接打下来，不用请示。是。无人机侦察报告：808旅周边没有任何设防。通知各分队，10分钟之后发起进攻。是。旅长，我们已经行车4个小时了，是否可以让部队停下来休整20分钟？好的，各部就近选择服务区停靠。喂，金参谋。六。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对不起了，我们是蓝军山豹旅，你们已经被俘了。不可能，山豹旅现在正在狼山基地呢，怎么可能在这儿？看见没有，豹子头，这是战区陆军蓝军旅的标志。哎哎哎，你们不能胡来呀！
报告长官，808守备人员已经全部被我控制了，弹药库和油料库已被我封锁。经初步侦查，火车专运线上停着12车皮经过伪装的弹药和油料，把他们的弹药库和油料库全炸了。报告演习指挥部，蓝军已经占领红军808旅部，战况随后上报。是。你们算什么蓝军？简直就是胡闹，是恐怖分子！我有权向吕首长报告，向战区陆军首长报告。你说我们是恐怖分子？谢谢夸奖啊！你们这根本就不是演习。我们怎么不是演习啊？演习规则当中根本就没有这一项，你们违反了演习规则和演习纪律。金参谋，你别犯糊涂了。两军对抗哪有什么规矩可言？我看你是和平安定的日子过久了，战争都是电影画面了，对吧？如果我们今天是恐怖组织，今天这里就会血流成河。不过，向你们吕首长报告后院起火的事儿，还是很有必要的。行了，不跟他啰嗦了，咱们去拜会一下王旅长。走吧。哎呀，这王旅长的办公室不错呀，啊，视野开阔。哎，对了，你不是要向你们旅长汇报情况吗？现在可以汇报了。请你马上给我接1号首长，我是金参谋，我有紧急情况要向首长汇报。喂，旅长，我是小金啊，金参谋。咱们旅部，咱们旅部，还是我来汇报吧。王旅长，你好啊。你是哪位？我是韩鹏啊。哪个韩鹏啊？王旅长，你刚把我的无人机打下来，就把我给忘了。你是山豹旅的韩鹏？没错，我就是你今天的对手，蓝军山豹旅旅长韩鹏。王旅长，你是一路辛苦啊！我特地赶到你的办公室向你做个汇报，可惜啊，你已经上路多时，我们失之交臂，万分遗憾，错过了与你当面交流的机会。什么？你说你在我办公室？这是什么情况？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OK，Sir，808旅的油料库和弹药库已被我工兵完全炸毁，油料补给专列和专用线路也被我完全切断。什么？你们把弹药库和油料库给炸了？你们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这怎么可能？跟政委连接上。韩鹏，你不在狼山基地待着，你跑到我办公室干什么？王旅长，请允许我向你做一个简短的汇报。今天上午10点30分，我率山豹旅直升机作战群特战大队攻占了你808旅部，俘获你部留守人员30名。随后，我工兵分队炸毁了你油料库、弹药库各一座，还有你装满燃料和补给专列的专运线也被我们完全切断。韩鹏，谁给你的权利？演习对抗的战场在狼山基地，不在我旅部，你这是违规违纪，是无组织无纪律，而且还不讲规矩是吧？我命令你马上滚出我的办公室！快，追上前面旅长的车。是。王旅长，你先不要生气。按照战区陆军下达的演习预案，你率兵攻打我狼山535防线，这是一点错都没有的。但是现实情况变了，我们呢不想待在535高地上，等着你的远程火箭炮的炮弹把我们炸得粉身碎骨。你是干什么的？你到底想干什么？王旅长，
我们是蓝军，你说我们想干什么呢？你少废话，老子也当过蓝军，老子扮演蓝军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哎，王旅长，这一点你说的还真没错。我们旅啊，很多官兵都是80后、90后，甚至00后，这个年龄跟你儿子岁数差不多吧？但是今天的蓝军跟以往大不一样，我们是外敌，是外国的侵略者，再不像以往那样是个束手就擒的摆设了。于是战场形势就发生了变化，你可以大摇大摆的去狼山基地攻打我的535防线，我呢可以趁虚而入端你的后院。谢谢你，后边一点设防都没有啊！你那几个哨兵弹夹都是空的，可以让我兵不血刃就大摇大摆的坐在了你旅长的宝座上。王旅长，你从来都没这么玩过吧？无聊，无耻！哎呀，既然话不投机，那咱们就不聊了，好吧？我让你的下属继续跟你说。喂，旅长，山豹旅的韩旅长真的就坐在您的办公室里？靠边听着，这挂了。你们这王旅长脾气够大的呀，平常他不这样吧？ Sir, we have been monitoring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Wang Kezhen and He Yazhou. According to Solid Scouting, the commissar of Brigade 808, He Yazhou, is going to meet Wang Kezhen. This is our great opportunity. Only when they are meeting, we have to chance to kill the two military chiefs. 哎，你们叽里呱啦的说什么呢？我们在说最简单的国际通用语英语，这你都听不懂啊？简单的英文单词和技术用语我听得懂啊。刚才我听你们说什么斩首啊什么的，可是你们为什么非得说英语不说中国话呢？金参谋啊，我们是外军侵略者，搞了半天你们在跟谁打仗都没弄清楚，你说你们能不吃败仗吗？可咱们这是演习啊，怎么还可以这样呢？这样下去啊，等你脑袋搬家了你都想不到。哎，这王旅长的手机号拿到了吗？搞到了，他刚配发了一部郡王5G 手机，我们进入数字网络，发现他的手机开通着，信号显示他目前还在洪泽湖境内。好，哎，小金同志，借你手机用用。把手机拿来。哎，给我拍张照片。Yes, sir. OK. 怎么样？够酷吗？霸气。来 ，1, 2, cheese. OK. 哎，等等，再来一张。来 OK. 建国啊，一起。哎呦，我也拍啊！嘿嘿，好，哎呀，好 ，cheese。OK。行，把这3张照片赶紧给王旅长发过去，再附上2句问候语。王旅长，你808旅部已经落入我蓝军之手，请你尽快的考虑投降或者认输，否则下场会十分尴尬。山豹旅旅长韩鹏。
旅长，这荒唐之极，不可理喻。老王，你冷静点，也怪我，当初要是把警卫营留下来就好了。现在不是怪谁不怪谁的时候，咱俩谁都买不着后悔药。你上来也好，商量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处置。我刚才在车上考虑了，现在赶回去把韩鹏他们围歼，把吕布控制权夺回来，显然是来不及了。只有向演习指挥部报告，让他们下令，让韩鹏他们撤出我旅吕布，蓝军应该按照违规违纪受到处罚，让他们回到535防线，演习重新开始。就这么办。杜参谋到，给我接通演习指挥部，我要跟总指挥通话。是。师长，你的手机有信息？我看没几个人知道我的电话号码，能有啥信息？这么决定？怎么了？哎呀，这是韩鹏发来的，简直是狂妄之极，不仅添乱，还添堵。你的这部手机是在演习前刚刚配发的，号码连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会知道？要不说见鬼了呢？杜参谋，哦，演习指挥部电话接通了没有？通了，不过是导演部打来的，要您接电话。我是808旅王可征。王旅长，演习指挥部让我正式通知你，经过演习指挥部裁定，红军旅部机关已被蓝军攻占，弹药油料补给系统瘫痪，后勤运输线已完全被蓝军切断，红军已丧失持续作战能力，判定红军失败。陆军第808旅及配属红军方面的战区陆军工兵1营、火箭炮第10营、陆航15大队等单位，接到通知，即刻退出决战2017演习，原地待命。什么？退出演习？你没搞错吧？是蓝军违规，他们跑到场外胡闹。你这个裁决是错误的，我不能接受，我绝不接受。王旅长，这是决战2017演习指挥部经过认真研究后做出的裁决，并已上报战区陆军参谋部，请遵照执行。这个裁决就像晴天霹雳，瞬间已把808旅的2位主官打懵。失败来得如此之快，如同一场噩梦。王可征、何亚洲根本无法接受，甚至无法忍受。旅长，你是怎么想的？这个裁决完全是错误的。真没想到啊，胜利来得这么突然，跟做梦似的。我跟你说啊，出奇才能制胜，没错，没错。旅长，你想什么呢？接通佟政委。是。政委，你的电话。喂，旅长，你们辛苦了。我的教授，你现在知道结果了吧？什么结果？演习指挥部已经通知我们了，决战2017演习，咱们蓝军大获全胜啊！就这事儿啊，我知道了。我在忙，等你回来再说吧。哎，我现在可不忙啊，现在就说。我都说了，我忙。不是演习已经结束了，你忙什么呢？整修加固工事，准备战斗啊！什么？修建工事？不是，政委什么意思啊？只是说回去再说，他们还在修筑工事呢。难道说演习还没结束吗？政委的感觉是对的，不能说红军的失败就是我们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咱们是没有胜利可言的。
如果说这也叫胜利的话，那组建咱们这支专业化的蓝军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了。报告，卫星侦察显示，红军行进路线并没有任何改变，依然在向狼山方向开进。老何，你率领部队继续前进，通知原火营，按原计划进入阵地。我马上到战区陆军参谋部，我要直接找首长，让首长给咱评评这个理。我808旅不能吃这个哑巴亏，我就不信了，首长那儿没个说法。对，咱们就是输也输个明明白白的，就这么回去了，怎么跟部队交代？这兵以后还怎么带？训练怎么搞？要不我去战区陆军找首长，你带部队。不，还是我去为好。首长知道我的脾气，就算我收过了头，他也会给我留面子。军改前，哪位军区首长到咱东南战区任职，不到我808旅走走看看？算起来，咱808旅给战区陆军争的荣誉还少吗？老何呀，这一仗对我们非常重要，咱输不起呀！808旅的老前辈们可都看着咱们。你到了狼山基地，一切按既定战术展开，等我消息。好，你放心吧。还有，我已经向火炮10营下达攻击命令，10分钟以后向山豹旅535防线阵地实施炮火覆盖，摧毁他的所有防御工事。什么？对535防线实施炮火打击？对，我不甘心就这么败下阵来。可是我们已经被裁定退出演习了，不听的。再说，我们的机械化步兵还在路上，就算是摧毁了山豹旅的前沿工事，我们目前也无法组织兵力再攻占535防线。只要10营的炮火把535高地给我轰平了，我谅他山豹旅3天3夜也修不起来。只要我先头部队一进入狼山基地，直接向535防线全力发起攻击，攻占535前沿阵地，还不是如履平地啊？这能行吗？怎么不行？他韩鹏都敢偷袭我旅部，我凭什么不能向535防线发起进攻啊？政委，这件事你别管，我一定要到首长那讨个说法。杜参谋，到，马上呼叫陆航大队，让他们派直升机到前面的龙泉渡出口处等我。我要到战区陆军参谋部。是。这一仗对808旅的确很重要。不仅如此，对王可争本人似乎更加现实。他在副师的位置上已经迈入第6个年头，卡年线今年不升即退，因此这一仗的输和赢对王可争来说就成了他军旅生涯中一道艰难的坎儿。此时此刻想要顺利迈过去，可不那么轻松了。与王可争郁闷心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隔1500公里之外的909旅旅长楚占刚，因置身事外，惬意得多。军号深深战旗扬，我血脉膨胀。有本事就上战场，烈火硝烟中亮相。我渴望冲锋陷阵来杀敌，威武刚强。听党歌跳出响腾的声音，也别提有多爽。男人没有摸过枪，就别吹是爷们儿。有血性就扯上军装去实现梦想。别管大漠海阔天空是雨滴的疆场，使命担当下场点兵，让青春绽放。战旗在前，铁路滚滚，是我冲锋的欲望，有灵魂，有品德，不当怂包，勇敢担当，好战友们摩拳擦掌，拉动枪栓，把子弹推上膛，深入艰险，小敌死亡，虽有军人历练成长。
热血男儿热血哥，保家卫国是担当。热血男儿热血流，我是长城我是枪，陆海空天决战决胜，让青春绽放。听当歌跳出响亮的声音，你别提有多爽。战旗战舰铁流滚滚，是我冲锋的欲望，有灵魂有品德，不当怂包，勇敢担当，好战友们摩拳擦掌，大步向上，把子弹推上膛，深度艰险，相对死亡，虽有绝缘，历练成长。热血男儿热血哥，保家卫国是担当。热血男儿热血流，我是长城我是枪，陆海空天决战决胜，让青春绽放。听当歌跳出响亮的声音，你别提有多爽。热血男儿热血哥，保家卫国是担当。热血男儿热血流，我是长城我是枪，陆海空天决战决胜，让青春绽放。听当歌跳出响亮的声音，你别提有多爽。就是拿演习当儿戏，当演戏。马上给我接何亚洲政委电话。是。老何呀，你现在到什么位置了？我在什么位置？老何，是这样。刚才演习指挥部给我打电话，让我赶到狼山基地参加演习总结大会，这不扯淡吗？啊，要去你代表我去，我马上到战区陆军了。王连长，这总结会你不去还不行呢，你是主角啊。你是谁？王连长，你真的听不出我的声音了吗？刚才我给你发微信，你一点回声都没有。我的声音，我想你应该熟悉啊。韩鹏，你还想干什么？王连长，我代表山豹旅全体官兵，欢迎你成为蓝军首位师级俘虏。你放屁！你们不是陆航的？王旅长，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蓝军山豹旅陆航大队大队长邢峰。我们韩旅长让我把战场的形势变化向你汇报一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端了808旅旅部之后，又锁定了你和何亚洲政委的通话频段，得知你二人要在高速路上会面。本来我们计划等你们二人会面之后，用空地导弹把你们二人斩首清除。可后来我们的卫星发现，你的车队还在继续向狼山开进，并没有执行演习指挥部要你们退出演习的命令。于是我们旅长就放弃了斩首清除计划，继续跟踪你和何政委的行踪，并截获你呼叫陆航直升机要前往战区陆军首长那里告我们刁状的情报。于是我们就拟定了一个空中生擒你的计划，我们就临时假冒配属红军陆航15旅机组前来保障。没想到王旅长你告状心切，压根儿就没有识破我们的计谋，所以就到现在这个地步了。卑鄙！你说的太对了，作为敌人需要的就是卑鄙，但是你现在作为俘虏需要的就是认输。谁输谁赢，你们说了不算。我告诉你们，808旅永远都不会输。
前方什么情况？赶紧去看看。是。什么时候可以放行？这我哪说得准呢？你们要没啥急事儿的话，先等一等啊。同志，我们有紧急任务，必须马上通过，不然的话……别说不然啊，如果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的话，就不会惹起事故，对不对？先别着急，一会儿交警、保险公司1个小时以后就到了，照了相、画了图，你们马上就能通行了啊。政委，前面出现交通事故，不让通过。那怎么行？政委，咱们必须马上执行紧急处置第2套方案。政委，你看，从这下去坡度很小，只要把护栏扒开，车队就可以从下面绕过去。等车队过完，再让工兵连把他们恢复了。要是有什么损失，咱们照价赔就是了。这是唯一的办法了，但是事先要跟公路管理部门协商好。张伟，前面就有路政工人。好，我去跟他商量一下。你把工兵连带上来。是。同志，你是路政部门的吧？我是。呀，官儿挺大的呀。我是部队的政委。哦，何政委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吗？啊，是这样的，如果等交通事故处理完了，我们才能通过的话，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啊，这个我说了也不算呀。我们老大让我在这儿盯着，一辆车都不让通过，得等交警部门来了再说。同志，我们是去参加军事演习的，任务十分紧迫。按照战时紧急动员条令，我们需要扒开这段护栏，从下面绕过去，然后再给你恢复起来，绝对不会对公路造成损失。有损失，我们赔偿。就这一段？对，就绕开这一段。我看行啊。那我们的工兵马上就上来，10分钟就可以扒开护栏。哎不，何政委你等一等啊。这个事儿呢，我说了也不算。我得向我们老大汇报一下，他说行，那你们马上就能通过。老大，我是乐乐，这儿有一个解放军的政委，姓何，他说啊，想扒开咱们护栏。什么？扒护栏？这不是搞破坏吗？不行啊！你看，我们老大不同意。你们老大是谁？我跟他说2句。我们老大他是这个管段的段长，姓韩，叫韩老大。他要是不同意的话，交警来了也没办法。韩老大同志，我是部队的政委，我们现在任务十分紧急。何政委，你是哪个部队的？我是808旅的。哟，808旅啊，那是亲人呐。我们修高速公路，你们没少派兵支援呀。你们的旅长是王可征吧？你和我们王旅长很熟吗？当然熟悉了，再熟悉不过了。哎，他的酒量可大了，等他来呀，我得跟他好好喝一顿。部队有规定，现在不准喝酒了。不喝酒也行，咱们喝茶，我这有好茶。我们工兵上来了，现在可以动手了吧？何政委，这样，你到我的管段来一下，咱们办个手续。办完手续之后呢，你就可以动手了。我呢，把这个手续向上级领导汇报一下，就合法了。要不怎么说咱们现在是法治社会呢？何政委，那你跟我走吧，就在前面的镇子上，不远。好，你们在这儿等着，等我办完手续再开工。是，走吧。何政委，慢点啊。哎。从这个涵洞穿过去，快一点。还有多远？快到了。哎，韩老大，我跟何政委已经进涵洞了啊。还有多远啊？哦，快到了，车就在里面停着呢。
你好，何政委，我是蓝军山豹旅参谋长郝建国。郝参谋长，奉我们旅长韩老大的命令，前来对你实施抓捕。韩老大，抓捕我？刚才跟你通话的就是我们山豹旅旅长韩鹏。5号，请注意，何政委正在办理手续，路面可以放行，可以放行。何政委，很不幸地通知你，你们旅长王可征已经被我陆航大队在空中俘获，现在正押往狼山训练基地。你说什么？王旅长他被俘了？更不幸的是，您已经成为蓝军第2名副师级俘虏。请吧。演习打到这份上，打出这种结果，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一支功勋卓著的王牌劲旅的军政主官，还没有到达演习现场，就被对手双双擒获，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恐怕人民解放军的军史上也不曾有过。无论我是偏爱哪一方，我都感到羞愧、脸红、心惊肉跳。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和耻辱吗？这不仅是王可征、何亚洲，就连我自己也深感震惊、愧疚。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就是被遭到我对付一起。哎，进来的时候没见首长的车吗？我听基地的周司令说，首长已经来了7、8天了，一直没有离开过指挥中心。是吗？没想到首长对这次演习这么重视。看，这还算是解放军。王可征怎么没来啊？现在开会，第1战区陆军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总结大会现在开始。除红军方面2位主官没有到场，其他人都已经到齐了。这说明各个部队的领导对战区陆军下达的紧急通知还是非常重视的。既然是总结演习，那红蓝双方缺一不可，都要到场。韩鹏旅长，到。第1阶段的演习已经结束，请你把俘虏放出来吧。是，马上释放俘虏。同志们，今天请各大单位主官到场来参加这个大会，而且是安排在晚上。可能有些同志想不通啊。首先，绝大多数单位没有参加这次演习，甚至不清楚这次演习的内容和规模，更不清楚战区陆军搞这次演习的真实意义。其次，参与和参加这次演习的各大单位
也不清楚为什么要在今天晚上，也就是演习开始的当天，要召开这个总结大会。有关这2点啊，司令员在讲评的时候会向大家说明。今天的会议一共有3项内容：第一，通报演习最终结果；第二，讲评；第三，宣誓部署第2阶段演习。3项内容要在30分钟之内完成。下面请沈军参谋长宣誓通报。第1战区陆军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第1阶段任务圆满结束。演习于今天上午6时开始，于下午16时结束。演习预定3天。演习内容和任务是：红军主力3天之内攻取由蓝军防守的狼山训练基地535防线，为红军胜利；否则为红军失败。以此检验红蓝双方综合军事实力。演习在当日10个小时内完成，并取得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战果。经演习指挥部演习导演部会同陆军机关军事专家的意见后，评判裁定，蓝军山豹旅用了不到4个小时，利用直升机大机群大纵深突袭，攻占红军旅部机关，炸毁了红军的弹药库和油料库，完全切断红军的后勤补给线，并且有效利用伪装战术，阻止红军行军速度。在红军已丧失持续机动作战能力条件下，演习导演部曾裁决红军失败，下达了红军退出演习的命令，但红军并未执行，继续按原定计划向狼山开进，并命令其配属炮营向蓝军阵地发起了炮火攻击。蓝军随即应变，并设计在红军进行途中将红军主力第808旅军政组官升旗，致使红军指挥系统完全瘫痪。演习以蓝军全胜圆满结束。现在，我代表战区陆军作战部宣布，陆军808旅退出演习，返回驻地认真总结。演习通报宣读完毕。现在，我再宣布一个处分决定：在决战2017实兵对抗演习中，由于808旅旅长王可征同志拒绝执行演习导演部下达的退出演习的命令，作为一名军人，性质极为严重。鉴于王可征同志违差命令仍处在非战争时期，因按严重违反军纪处理的有关规定，经战区陆军党委研究决定，给予王可征同志严重警告处分一次。下面进行大会第2项，请邢司令员讲评。同志们，刚才沈参谋长已经把演习的第1阶段的情况说清楚。既然是现场讲评，那么我们就从现场开始。刚才呢，彭政委宣读了对王可征的处分决定，我想大家都听得很清楚。这不仅是对王可征个人的处分，也是对我们在座各位军官敲响的警钟。现在呢，军改已经步入深时，可我们有些同志呢，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军改之前的军区时代，因为自己有点功劳，资历较深，曾经是先进典型，你就可以违纪、违规，不执行命令，出事无比。我在这里，我提醒一下有幻想的同志，马上清醒一下。今天王可征受到了处分，还不等于
808旅的战旗倒下去了。同志们，你们别忘了，808旅的旗帜是从井冈山一路走下来，牺牲了我们多少的同志、师长、旅长、团长，涌现出多少革命烈士。就因为他们的倒下，才捍卫了我们808旅永远不倒的旗帜。今天王可争之所以能犯这样的错误，我想他是被这个沉重的荣誉给压着。我听说他到现在还不认输，还不服气，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败下阵来，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让人蓝军给抓了俘虏，而且还硬着脖子要去告人家。再如此下去，我们808旅的战旗能飘扬几天呢？王旅长，何政委，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我接受组织处分。首长，我代表808旅全体官兵郑重承认，我们这次的确是失败了。但是我相信王旅长和全旅官兵不会因此而倒下，我们会振作起来，把808旅这面战旗扛到底。好，有决心就好。但知道为什么会败吗？啊，我不需要你现在回答。我也不相信你现在的回答。回去呢，好好总结一下，研究一下败因。摔倒了没关系，爬起来就好。就怕你弄不清楚你为什么摔倒，那你肯定还会有第二次摔倒。到那时候，就没有那个机会了。是，我们回去一定认真总结，查找问题。坐下吧。同志们，我们这次演习的胜利者是第一战区陆军新组建的专业化蓝军部队山豹旅。今天呢，也是山豹旅首次跟我们大家亮相。好，请坐。同志们，山豹旅作为战区陆军新组建的一支最年轻的作战部队，山豹旅的诞生，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兵种出现。战区陆军组建专业化蓝军部队的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要在长期缺少战斗实践的和平环境下，为部队树立一个强敌，找一个对手，让和平变得不再和平，让演习变得更加逼真，更加贴近实战，改变以往只能依靠现有建制的部队来扮演蓝军或护卫蓝军这种传统的对抗模式。这是战区陆军党委为加速新型陆军建制步伐，进一步落实军种主建，大力推荐训练模式转变走出的重要的一步。我在这里呢，强调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加速，一个是转变。我们大家天天在喊打赢未来战争，这未来战争是什么样子的？外军现在已经发展到什么地步？你们知道吗？如果我们现在连外军的新装备、新战法、新理念和新模式都不了解，没有接触，无感知，打赢从何谈起呢？山豹旅它的组建仅仅有半年的时间，它只是照搬着外军未来战争的一些新战法，在信息对抗中仅仅迈进了一小步，破了点规矩，变了点章法，就把咱们有着光荣传统的王牌师打的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这是多么可悲的事情啊！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了军事改革，那不能再按部就班，不能再循序渐进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那是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定。同时呢，也是为了建设新型陆军所提出的更高的要求和标准。转变，那不光是编制、体制和机制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理念上的转变。转变肯定会遇到一些一时搞不懂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勇于去挑战，让自己尽快的去适应新的军旅体系、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如果我们不再加快转变，特别是理念和观念上的转变，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志就会被淘汰出去。同志们，新一轮的军改正在考验着我们。下面我宣布，决战2017第2阶段演习开始。这第2阶段，谁跟谁打呀？怎么着？都发什么了？没参加过演习吗？808旅已经败北了，可是山豹旅呢，现在还在部署着535防线。你们要是谁不服，找山豹旅去，跟他决一雌雄，怎么样？谁敢站出来？司令员突如其来的发难和反常规的路数，弄得高级军官们不知所措。凭楚占刚的指挥才能和909旅的实力，他完全可以站起来应战。但瞬间的冲动之后，他又冷静下来。集团军李副参谋长升任参谋长，楚占刚又是接替李副参谋长位置的第1人选。在这段时间里，如果有个闪失，谁又能保证对个人的前途命运没有影响呢？于是，楚占刚选择了沉默。各单位主官都在啊，就给你们3分钟时间考虑。如果还没有人应战，司令员要点将了啊！老王，你没事吧？老王，你要干什么？我再想跟这小子打一仗。我们一起。楚占刚，替小川到。由你们俩率领909旅代替败下来的808旅，组织红军攻击集群，与山豹旅进行第2次对抗演习。任务要求是10日之内攻取由山豹旅固守的535防线，为红军胜利，否则为红军失败。首长，您是说909旅跟山豹旅对抗吗？对，由你们跟山豹旅对抗，有问题吗？没问题，顶多给我1个月的准备时间，我保证。司令员所说的是10日之内，那么就是说，就是从今天算起，从现在开始。今天会议到此结束，散会。还真行，1分不差啊！老祖，看你的了，顶住！哪有这样大演习的？没通知，没计划，没预案，部队没做好任何准备。这演习怎么打？
真要命！你可是当场答应的哈。谁让你推我就范？谁会想到这10天是从今天开始算起？今天马上就过完了，满打满算还有9天时间。澄海离狼山有1500多公里，10天之内能把部队拉到狼山训练基地，就算奇迹了。别说开打了。